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哥，非常久没有见到大家了。然后我其实最近就刚从日本回来，我在东京大概爽玩了9天吧。那我这次比较特别是，我出境呢是从台湾的松山机场，然后回来是在桃园的中正机场。然后其实因为东京也有非常多爱马仕的店嘛，那我必须要告诉大家，不管在机场或者是东京的爱马仕的专柜呢，大家要拿到包包都非常的困难，基本上多数的包包都是 display only 的，然后或者是甚至连一些在机场比较夸张啊，连一些小物啊都缺货的非常厉害。但也没关系，虽然我们没办法到专柜上买到包包，但是东京什么没有，精品二手店真的超级多，应该上百家吧。所以呢，我就是狠狠的逛了蛮多的。那我会再多录一集视频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我心目中一些我觉得我还蛮推荐还不错的二手店，然后或者是一些大家可能已经非常知道的网美店呢。那我其实这次去有些我有点小失望，我到时候会跟大家就是分享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主要是要跟大家讲我到底买了什么。结果这次就是买了2个包包，那一个就是爱马仕他们家包包，另外一个是 LV 的包包。先介绍第一个。我这次其实去了一家我没有去过的店，叫做 Okura。这家店呢，在日本应该也算是一家蛮大型的连锁店吧。它在东京其实就有好多家，新宿啦、银座都有。银座是它的总店，其实很大。然后它其实在大阪啦，然后甚至横滨也都有店，所以我觉得算是蛮有规模的。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它的官网看看，不过它好像官网的部分都只能够就是在日本当地就是买它。然后其实我也逛了一下它的官网，我发现它非常有趣哦。它官网的价钱跟它在店里上看到的价钱其实是不一样的，而且价差还蛮大的。那因为其实我们是外国人嘛，在日本基本上你是免税的，那它税大概是5% 左右。但我比较了一下店内的免税价跟官网上的价格，基本上大概都会有10到12%的一个价差的落差，所以我就会蛮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在官网上看到喜欢的，那你可以去日本的店里的时候，在店里面买就好了，因为真的便宜蛮多的。然后另外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其实在日本的二手店啊，其实他们都会非常清楚的把他们的包包就是做所谓的等级的编排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旁边，那基本上就是会有分 N 级、S 级、A、B、C 级。N 级基本上就是 almost new， 就是一个几乎是全新的，可能完全都没有用过，只是 display only 的这种。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在爱马仕的正店买到包之后，他其实就是想要套利，就是赶快把它卖掉。那所以也有很多人就完全都没有用，胶膜没有事，那就是 N。那通常我觉得 N 的包包多数都是 Birkin 或是 Kelly 比较多，那种收藏型的为主。那我们一般如果其他的包款想要买到啊，多数都是 S 级或 A 级的。S 级其实也非常好 ，S 级就是你几乎看不到使用痕迹，可能连那种很些微的发丝纹可能都不太清楚。那 A 级呢，就是使用感开始会有一点，但还是属于等级比较好的。那 B 级就是我们一般你可以看得到有使用痕迹的。那 C 级其实就是使用痕迹比较明显，甚至可能有一些你肉眼就可以见到的脏污。那我这次呢，买到的这个包呢是属于 S 级的，其实我个人也觉得非常不错。它真正看得出来使用过是在它的盒子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盒子这边应该有看到，它就是有脏污。但包包本身呢，基本上接近就是一个全新的。我那时候在店里面看了，我觉得连发丝纹都没有。大家猜看我买哪一个包？其实这家店当时啊，我看了3个包包。第一个包包是非常经典的，我觉得算是他们家的珍稀款嘛，就是旁边这只包。然后这只包我在店里当时看的是288万的日币，然后它在官网上是比较贵一些，大概贵10成300多万吧。但这包我就觉得很可爱，可是我又考量了。我觉得啦，我自己是属于一个需要有肩带的人，所以老实说，其实 Birkin 25啊不是我的首选包包。我自己是一个 Kelly 人，然后其实除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买了 Kelly 了嘛，然后另外一个我非常想入手的其实是 Burberry， 因为我觉得 Burberry 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实用、上班也可以用的包包，所以我的第2个second choice 就是 Burberry。然后但是等一下你们就会看我买的这只包，然后第3个呢，我自己觉得我也蛮想买的是在店里看到这个就是 Chanel 的这个爱心的腰包，它刚出来都真的超强的然后我自己有试戴了一下，不过这个腰包啊，真的就是装饰用的成分比较大，因为它基本上它不是很大，而且它又是爱心的，所以它非常不好装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下我这只包。它基本上是一个全配的状况，有盒子，然后有防尘袋。有没有很好看？它
它是27公分的 size。那爱马仕的包包是这样，在专柜里面是越大的 size 呢就是越贵，可是其实你到了二手店啊，越小的尺寸呢是越便宜的。然后现在因为大家都想要买的是新款的25公分的嘛，然后或者是mini bird 就是那个最小的，这2个包都会非常贵。那反倒是27公分啊，现在非常掉价，从25公分出来之后，我觉得27公分是非常建议大家去捡便宜的。27公分可以买到就是 S 级，然后或者是A 级呀、这样子的，但是不会很贵。我这只包大家猜多少钱？我未税价是买70万，然后接近是全新，我觉得非常划算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些细节，它非常酷哦，就是它的雨衣，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原本那个袋子啊、盒子什么都在。然后这个是它的肩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肩带的状况也是非常非常好。然后这只包呢，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有点像玫红色的。然后说我没有很认真研究它的色号。那我这只包呢是2020年出产的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些细节，非常漂亮，就是非常新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连那个金属啊都非常的，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没有用过一样。给大家看一下背起来的样子。其实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包款，我其实还蛮推荐27公分的，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25公分，25公分跟27公分差异性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因为25公分刚出来嘛，所以它现在在二手市场的价格还是非常的高。如果你要买一个25公分跟我一样状态的呢，大概要120万日币左右。可是其实如果大家愿意买27公分的大概70、80万就可以买到接近全新的款式的。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它可以就是单肩背，那你也可以斜挎，然后就是当然我觉得手提算是就是这样挎，还蛮方便的，因为它的这个耳朵啊是做的稍微比较大的，所以即便你的手腕比较粗啊，其实也是非常方便。然后我觉得这只包包啊，就是如果大家加 Tree 的话更好看，我现在是还没绑啊，但是我自己有一个 Tree 我觉得很好看，我们稍微缠绕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要怎么搭配 Tree， 可能很多人都会买同色系的，可是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买同色系的，有时候同色系看起来会很呆板，所以你也可以选一些跳色的。我其实没有认真的绑啊，我就是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颜色搭起来的样子。有没有看我这个 Tree 啊是一半黑白色，一半是彩色，其实配起来也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一定要选同色系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包。那其实在，日本啊，他们的二手店有非常多种，有一种就是它专门就是卖精品的，就是可能大家很熟悉的大黑屋啦、Brandhoff 都属于这种。那其实我这次买的这个，这次的这家店也是属于这个类型的，但它还有另外一种类型是，它其实是卖所谓的古着衣物或是古着的一些东西，但它不是专门卖精品包包的。那我这次去的另外一家店叫做 Bingo， 它其实是卖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卖男生的衣服啦、潮牌的鞋子啦，然后帽子，它也是一家二手店，它就是那种它会收购一些二手衣物。然后我刚好也是一样，我是在涩谷吧，在涩谷逛街的时候逛到，它在一家百货公司的里面，其实你通常不会特别注意它。我就经过的时候，发现橱窗里面有一个 LV 的丹宁包包。那我一直觉得 LV 的牛仔包包呢是非常经典的，然后重点是它价格真的超级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这个包，它基本上就是只有包包本身，然后跟它的一般的防尘袋。这个款式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吧，就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经典的，就是2006、2007年出的这个牛仔的款式，它就有点像贝壳的样子，然后它就是一个腋下包，给大家看它背起来的样子，然后你也就是可以提。那这只包呢，其实我买的状况啊，我自己目测大概就是在可能 B 级，然后 B 级左右吧，B 到 C 之间，所以它价格非常便宜。这只包如果大家在一般日本专门收精品的二手店啊，其实价格会落在20万到25万之间。以 Ermo 来说，Ermo 这支成色非常好，大概目测啊应该有 A 等级。那它其实大概就是在24万左右的一个日币，所以折合台币大概要5万多块。那我这支包非常夸张。我真的买的非常便宜，就是因为我第一个是它不是在专门的二手卖精品包包的店，它是在那种古着店买的，所以它本来就会价格比较低一些。另外一个是，其实我的这支包是有明显的使用痕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是有一点比较使用过丹宁的颜色，所以它没有那么的鲜亮。不过它里面是非常非常干净的，给大家看。这是我的发票，它里面是非常非常干净，里面就是这种有点像鸡皮的材质。
然后金属的状况也还不错。它比较明显的痕迹其实是在肩带 ，LV 的肩带啊，其实只要你有使用，特别碰到水啊，它会有明显的水痕。它的水痕真的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。那这只包呢，我买的有多便宜呢？我看一下，我已经有点忘了。我这只包啊，原本的价钱是114950块的日币。然后呢，这家店非常有趣，是信用卡有打折，你有银联卡打5%，然后如果你有中国信托卡打10%，所以我就用中国信托买。而且我印象很深哦，因为折扣太多了，所以小姐算了很多次，她一直觉得她算错了。我最后买的价格给大家看是94000的日币，大概就是2万出头的台币，真的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价钱。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去日本的店捡便宜啊，其实我觉得除了大家一般正规那种精品店之外，大家可以去古着店看看，偶尔你会运气很好，跟我买到超便宜的好货。那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。